离开后的萧炎一行人都很奇怪雪道圣者的骚操作，古华看了一眼身后，直接就皱着眉道：那家伙真是莫名其妙，刚才还满身杀气，结果转眼就变成好人了。他好像认出我是萧族的人。一直警惕着周围的萧炎随口道：你每一次气息暴涨时，额头上都是会出现萧族的族纹，他也算曾经的顶尖强者，怎么可能会认不出来？古青阳笑道：什么？听到这话的萧炎身形猛地一顿，转过头一脸错愕的道：我有什么族纹？古青阳一行人见萧炎这个反应也有点懵，但还是一五一十的跟萧炎说了。这下萧炎就更迷惑了，按理说自己不应该有族纹啊，而且这族纹怎么就突然冒出来了？再说这族纹并不具备半点力量，为什么那雪道圣者会怕成那个样子？是萧玄。一旁的薰儿突然轻声道：天幕极其的奇特，既然类似雪刀圣者的这种半圣都能够以另一种方式存活，而且还具备生前的灵智，那么曾经达到了斗圣巅峰的萧玄前辈，难道便不能依旧残存？薰儿此话一出，犹如王炸。萧炎听了心跳加速，其余几人遍体生寒。走吧，等到了目的地，这些谜团应该便是能够解开。萧炎轻声道，随后身形陡然加快，直接就化为一道模糊黑线，冲进了那淡淡的能量雾气之中。薰儿等人对视了一眼后，紧随其后，一行人按照雪刀圣者指的擦边路，在众多能量体领域的夹缝中前行，并未遇到任何的阻拦，一切都顺利的不可思议。因此不出意外的话，意外马上就要找上门了。就在众人中场休息完，准备再度起身进行最后的赶路时，两道黑色身影却是突然出现，然后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众人。萧炎，你们的速度也太慢了一些，一黑色身影道。听到这阴冷的声音，萧炎猛地抬头，目光阴沉地盯着面前二人，就沉声道：魂牙，魂力。嘿，我说是谁？原来是你们这两头跑得倒是挺快的丧家之犬，怎么现在有胆出现了？见到两人，古华也是毫不客气地出言讥讽道。只是话虽这么说，在场的众人心里都清楚，以魂牙二人那么狗的性子，如此正大光明的出现，肯定有问题。对于古华的讥讽，那魂牙却是诡异一笑，放心，这次变丧家之犬的一定会是你们。随后他与魂力身形缓缓后退，而他们后退时，两道身着灰色衣衫的老者却是如同鬼魅一般的在两人身前悄然出现。斗圣！萧炎一行人警铃大作，见到萧炎等人齐齐变脸，魂牙只觉得心中一阵舒畅，旋即怪笑道：这猎人与猎物之间的关系似乎又要开始倒转了。对于狐假虎威的魂牙，萧炎是没工夫搭理的，他几乎将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面前的两位灰衣老者身上。这两个混蛋从哪里找来的斗圣能量体？这种强者怎么可能会帮助他？古华皱着眉低声骂道。因为这两人也都是魂族的人，虽说已经陨落，但因为天幕生前的灵智却被他们保留了下来，看来这两个家伙是有备而来。顾真道。古青阳缓缓点了点头，表示认可，旋即低声道：待会儿各自分散逃吧，两名斗圣即便他们只是能量体，我们也完全不是对手，硬拼的话我们没有丝毫的胜算。此话一出，众人皆是沉默，谁能想到拼死拼活，眼看着马上就要通关了，最后却是会被这两个原本是丧家之犬的家伙搞得这般狼狈。在众人沉默间，一名为魂雕的灰袍老者却是突然出声道：萧族竟然还没有完全灭绝吗？听到这话的魂牙立马狗腿的为之科普萧炎的光荣事迹，其目的就是为了多多的上眼药，最终得出结论：萧炎必须死。另一位灰衣老者见魂牙在那里喋喋不休，很是不耐，忍了又忍后才开口出声道：
好了，不要再多说了，动手杀了，速度离开吧，这里太靠近那里了，迟则生变。这才对嘛，反派死于话多。魂雕觉得此话有理，脚掌向前一踏就欲动手，察觉到他动作的萧炎一行人很是默契的就朝着四面八方逃了。然而下一秒他们就察觉到自己的身体不能动了，是那灰衣老者出手了。萧炎等人转动的眼珠皆是骇然，这便是真正的斗圣强者吗？随手掌控一方天地。见到被轻易凝固的萧炎一行人，魂牙忍不住冷笑，都去死吧，只要这些人死了，那古族年轻一辈也就没啥看头了。就在魂牙已经做好怎么亲眼见证这些天之骄子的死亡时，那凝固的空间之中猛然爆发出一股极度炙热的金色火焰，火焰如同浴火重生的凤凰，刹那间所爆发的能量居然是将这片凝固的空间冲击得剧烈波动了起来。就在这波动的间隙，紫褐色的火焰也是陡然爆发，连续2次的猛烈冲击使得这片天空变得摇摇欲坠。古青阳几人趁此机会体内斗气陡然运转，合力挣脱了束缚。然而这一次他们并未分散逃开，而是再度汇聚在了一起，因为先前的交手已经告诉了他们，分则死，合尚有一线生机。萧炎一行人瞬间脱困的操作让得那2位灰衣老者有些惊讶，不过魂雕很快就变得兴奋了起来，对，就是那种猫捉老鼠的兴奋。只见魂雕冷笑一声，嘴巴一张，滚滚黑云便是自其嘴中暴涌而出，旋即在那咆哮声中凝聚成一条足有100丈庞大的黑色巨蟒。咱就说这口气着实有点太大了呀，该刷牙了。那巨蟒尾巴一甩，就将一片天地崩碎，旋即就朝着萧炎他们暴掠而来。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天火3旋变的萧炎毫不犹豫的就使出了天阶斗技大天造化掌，薰儿等人却是施展出了同样的斗技寂灭指。漆黑光圈连同漆黑手指与那黑色巨蟒相撞的那一刻，一道惊天动地的炸响声陡然在这片天地响彻而起，可怕的能量风暴自那接触之处席卷而出时，一道巨大的黑影猛地自其中暴掠而出，然后狠狠地对着萧炎等人拍了过去。看到那伤痕累累却力量依旧的漆黑蛇尾时，萧炎等人心头都掠过了绝望，秉承着死也要咬对方2口肉下来的心态，萧炎等人准备拼命了。然而就在此刻，变故突生，一道身影突然闪现而出，袖袍一挥就将萧炎等人带起，然后快若闪电般的对着天幕深处暴掠而去。雪道圣者突然出现的救兵让得萧炎等人一阵懵逼，这雪道圣者居然会出面救他们。没等萧炎他们想出个所以然，就听雪道圣者的怒骂声传来，这些混蛋是从哪里来的？在这里杀了他们，被那家伙发现了，肯定又要血洗一次。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得魂雕2人微惊，旋即回过神来，一声怒笑，哼，区半圣也敢在我2人面前撒野，找死不成？旋即2人猛地转身，齐齐怒喝，锁！这下雪道圣者老实了，定在原地再也逼不动了，勉强转动的眼球里先是透露着骇然，再是变为悲愤。怎么还不来？老子真就这么挂了？成功让雪道圣者闭麦的魂雕2人笑了，脚掌一踏虚空，便是直接出现在了雪道圣者面前，手掌微曲，狠狠地对着后者胸膛轰了过去。这一拳若是轰中，必然会将雪道圣者轰成一片虚无。就当魂雕已经露出胜利的微笑，还有半尺就能收割掉雪道的时候，拳头却是再难进半寸。被反定住的魂雕2人慌了，什么人？在魂雕2人怒喝声落下时，一道弥漫着古老味道的淡淡声音突然缓缓在这片天空响起，看来在这天幕中还有着魂族的人残留啊。而在这道声音落下之时，那被魂雕2人凝固的空间也是瞬间土崩瓦解。萧玄，药丸！听得这道声音的魂雕2人瞬间面如菜色。
萧炎却是身体猛地一颤，体内流转的血脉突然间泛起一股奇异的波动，旋即一道身着淡青色衣衫的身影便是这般悄无声息地在萧炎等人面前的虚空浮现而出。魂族，真是让人感到厌恶的血脉味道。那道身影抬起头来，露出一张并非极其俊逸的脸庞。魂雕二人目光死死地盯着那张让得他们异常熟悉的脸庞，突然想起来一件事，那就是萧玄实力强大，但也受天幕的压制，他不可能随时离开幕府，而是必须10年才能离开幕府一次。但现在10年之期并未到，那他也就无法现身。想到这里，魂雕的狗胆瞬间又大了起来。面前的萧玄并非亲至，仅仅是影像而已。魂雕冷声道。听到这话的青山男微微一笑，黑瞳望着面前的魂雕二人轻声道，眼力倒是具备着一些，但你二人也太高看自己了。2名一星斗圣，可是在我面前连说话的资格都不曾拥有。旋即手掌轻抬，对着魂雕二人轻轻一握，伴随着碎的音节从那青山男的嘴中吐出，方圆1000丈之内皆在此刻尽数崩塌。旋即一个漆黑色的无形巨手陡然成型，然后对着魂雕二人随意一拍，这片大地顿时如同地震一般剧烈地抖动了起来。如此大的阵仗立马就引起了其他地方的一些强悍能量体的察觉，这个煞星怎么又出来了？只见他们动作十分统一的就将身上气息尽数收敛，随后往地底一钻，就不见了踪迹。魂雕二人震惊于萧玄的强悍之时，不忘人手一个拎着魂牙他们跑路。然而哪里跑得掉哦，2人身形刚刚闪出100丈，身后的巨手便是轰然而至。砰的一声响起后，魂雕二人身体直接狠狠一抖，随后连惨叫声都是未曾发出，便爆裂成一团虚无。不过在2人爆裂成虚无时，手中残留的劲道却是狠狠地将魂牙2人甩了出去，最后飞向了遥远之处。萧玄只瞥了一眼被甩飞而出的魂牙2人，并未出手拦截，毕竟8星斗尊在他眼里真是连蝼蚁都不如。解决完这2个魂殿小趴菜以后，青山男这才转过身，将目光定在了萧炎的身上。这煞星下手还是这么狠。血道圣者望着那直接被青山男一掌轰成虚无的2名斗圣，忍不住地咽了一口唾沫，但旋即又有些庆幸，还好今日出了手。萧炎面对青山男的注视，只觉得体内血脉流转得越来越快。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这般对视持续了半晌，那青山男子脸庞上终于是浮现了些许笑容。萧炎，老祖宗。萧玄，萧炎，求抱大腿，功法秘籍我都可以。萧玄，滚。好嘞，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视频都看到这里了，给牛奶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